中国稀土牌再不打就要过期了，至少对美国来说，这张牌的价值正被反噬。在外界看来，中国在稀土这条赛道上已是霸主，但实际上，这条霸道之路越来越像是一条被掏空的陡坡。美国要拼的是速度，是自主化，是逆流而上的魄力。2025年9月，中国稀土出口量即为约4000.3吨，同比环比都出现大幅下滑，环比下降31%，为自年初以来最低月度出口水平。这是在中国于2025年4月对7种中重稀土及相关磁体施加出口许可制度之后发生的。严格出口控制、跟踪系统、许可证审批延迟，这些手段不断挤压全球厂商的采购通道。结果，欧洲若干汽车配件厂被迫暂停生产，梅赛德斯、奔驰正在考虑稀土短缺保险方案。种种迹象显示，中国正在把稀土作为谈判筹码，转化为对高科技产业链的一种掣肘力量。虽然中国控制了全球约90%的稀土加工与磁体生产能力，但这种集中背后也埋下不少隐患。一方面，内部产能严重依赖补贴，环境监管宽松，低成本劳动力，一旦成本上升，环保紧缩，监管趋严，整个链条就可能被撕裂。另一方面，出口限制的反作用也在国内显现，部分磁体厂商被卡住，库存堆积，订单受阻。若中国过于依赖出口，内部矛盾就会放大；若以出口为武器，则容易被国际反击。在这条自建又自负的道路上，难免是高风险博弈。从国际视角看，中国稀土的霸主地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中国控制的3重出口壁垒许可、跟踪、技术禁令，部分国家开始加速寻找替代资源，重建加工能力，试图分散风险。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、产业结构升级压力、环保压力，都可能迫使其放松稀土出口政策，但那也意味着战略控制力的弱化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的稀土优势正在被内外夹击，一旦外部反扑来势汹汹，这张牌价值极可能被削弱。面对中国稀土棋局的布局，美国如今回头也已无退路。几十年来，美国为了追求高利润率，将大量制造业、基础工业外移至成本更低的国家，尤其是中国。制造业空洞化让中产阶级消失，也削弱了国家的产业肌肉。直到疫情来袭，美国才真正意识到，无论是芯片、汽车还是高端装备，任何断裂风险都可能被放大为国家安全危机。美国政府已开始用资本家承诺的方式重构稀土链条。国防部投4亿美元支持稀土生产商 MP Materials， 随后追加 1.5 亿美元贷款，并承诺10年底价收购。Dodd 成为 MP Materials 的最大股东，锁定未来磁体需求。美国还向 MP 供给额外贷款，启动重稀土分离能力扩张。MP 计划建设年产1万吨磁体工厂，目标在2028年投产。美国还在全球寻找盟友，如鼓励加拿大、澳洲、墨西哥加快稀土项目。摩根大通与美国银行系已宣布战略投资，聚焦关键矿业领域。这些动作表明，美国并非仅被动反应，而试图用资本和政策撬动一个新的链条生态。稀土之痛对美国而言，不只是资源焦虑，更是国家尊严的撕裂。在冷战时期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，可到了2020年代，中国的稀土供应量已占全球 70% 开采、90% 冶炼加工、95% 磁体制造。换句话说，全世界几乎所有电动车、电机、无人机、导弹、战机的心脏都离不开中国造的稀土磁体。这是一种怎样的讽刺？昔日的超级工业帝国，如今却要仰赖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供给高端科技产业的关键原料。
彭博社在最新报告中直言，如果稀土断供，美国的芯片、国防、能源全体系将在90天内陷入停摆。华尔街日报更是用一句话点破核心：硅谷的芯片算力握在中国的矿井里。当资源成为武器，供应链成为战场，美国再不觉醒，就意味着彻底丧失未来工业的主动权。2025年，中国再度加码稀土出口管制，要求出口企业逐项许可、逐批审批。同时，相关企业需登记用途、追踪买家、汇报去向。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全球稀土现货价格暴涨40%。日本、韩国、德国的企业纷纷爆出库存危机。日本住友商事在今年7月发布警告称，若中国出口审批持续延迟，部分永磁电机将于年底断供。这种武器化策略表面上强化了中国的筹码，但副作用也在加速发酵。欧美、日本、澳洲纷纷启动去中国化稀土联盟，美日韩已签署联合稀土供应框架协议。欧盟拨出10亿欧元启动关键原材料安全计划，目标2030年前将中国稀土依赖度从98%降至50%。中国以为能靠稀土牵制西方，但结果却促使整个西方世界加速自己。就像过去的石油危机，一旦西方痛定思痛，他们会建立新的能源秩序，而旧的垄断者往往被抛在历史的尘埃里。2025年，美国已有4个关键矿区重新启动。加州芒廷帕斯 （Mountain Pass） 矿由 MP Materials 运营，全球第2大稀土矿，目标到2028年年产5万吨。德州 Round Top 项目含稀土、锂、镓、锗等战略矿物，由 Texas Mineral Resources 主导，预计2026年投产。阿拉斯加安布勒矿区 Ambler Mining District， 美国能源部批准铺设211英里道路，开发铜钴稀土资源。内华达 Thacker Pass 锂矿由 Lithium Americas 开发，获美国政府贷款与股权支持。这些项目背后是全政府动员式的介入，财政部、国防部、能源部联合提供贷款、担保与长期采购合同。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国安思维重建资源工业。光挖矿不够，必须掌握提炼、分离、制造。MP Materials 德州沃斯堡工厂预计2026年量产稀土磁体，供应洛克希德、马丁与特斯拉。Novem Magnetics 公司运营全美唯一稀土磁体工厂，计划扩产至年产2000吨。Vacuum-Schmals 集团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1亿美元建厂，为通用汽车供应电机磁体。Energy Fuels 公司已启动重稀土分离工艺，可提炼低、特等关键元素。美国商务部预计，到2030年，美国本土稀土供应链可覆盖国内需求的60%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场10年的战争，在2030年前，美国要用钞票、政策、联盟把供应链从中国手中抢回来。除了国内建设，美国更在全球布局稀土同盟，与澳洲签订关键矿物伙伴协定。澳洲稀土巨头 Lynas 获得美国国防部直接投资，与加拿大成立联合供应委员会，共享稀土分离技术，与墨西哥致力协商美洲矿业走廊计划，以供应新能源汽车、储能产业，与日本、韩国启动磁体回收再利用合作计划，降低对中国原矿依赖。五角大楼甚至明确指出，稀土供应链不再只是经济问题，而是国家安全防线的一部分。美国能源安全署计算过一个惊人数据，如果稀土完全断供，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生产效率将在60天内下降90%。这意味着从战机、导弹、核潜艇到卫星系统，全都可能卡脖子。如今，稀土已成比石油更敏感的战略资源。过去10年，
中国靠着补贴、环保放松与垄断加工，构建了稀土帝国。但如今，这个帝国的裂缝正在扩大。环保趋严，2024年稀土开采区中，70%以上矿场被列入高污染警示名单。成本飙升，劳动力、能源、运输全面上涨，出口利润下滑。外部抵制，欧美日全面推行去中国化采购计划。内部依赖，国内下游厂商内卷严重，利润被压至历史最低。政策反噬，出口限制反而导致国际客户逃离，订单流失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稀土的牌确实打得漂亮，但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曾经依靠低价、垄断、补贴的神话，如今正被全球供应多元化撕碎。稀土这张曾让中国拥有战略自信的底牌，如今正一步步变成一把双刃剑。经销商的美国也正在反噬自己。2025年的世界早已不是当年的全球化天堂，产业回流、资源争夺、技术脱钩，构成了一场新冷战式的工业战争。美国在觉醒，中国在防守。谁能掌握稀土，谁就能掌握未来的能源、科技与军工制高点。这不再是一场贸易战，而是一场文明的产业决斗。结局或许还远，但有一点已经确定：中国的稀土5计划时代正在倒计时。而在倒计时的另一端，美国的工业复仇正悄然开始。